性欲是人类欲望中最大的一个，大到甚至有很多人一生都在将它作为目标而去生活。但你可曾想到，比我们人类世界更高的六道境界中的天人，也和我们一样拥有性欲。如果你想了解天人在这方面是如何被满足的，接下来就为你详细解答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先点赞、追踪加小铃铛，可以了解到更多世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天人又称天众、天部、天神，指佛教中住于诸天界的众生。最早源自古印度神话中的提婆，与之不同的是，佛教认为天人为轮回六道之一，而天界又分为欲天界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其中欲界天又分为地居天和空居天。如四大天王就居住在须弥山的山脚，和人类距离比较近。声闻四果中，除阿罗汉已脱离轮回外，其余三果圣人居住在色界天。四天王天以上是忉利天，也叫33天。33天的天主就是我们熟悉的玉皇大帝，佛家叫释提桓因，也叫帝释。不过我们今天讲的欲望还要再上一层，忉利天再上去，有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些都是欲界，共有6大方面。这些天人离不开6种欲望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叫六欲天。六欲还有一种解释，是指色欲、形貌欲、威仪姿态欲、言语音声欲、细滑欲、想欲，总之是身心两方面的各种欲望。欲界的天人和我们一样，有男女差别，会笑、会看、会交流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彼此笑笑、相爱、拥抱、触摸，当然也有性关系。不过随着层次越高，性关系的形式也会越来越不同，且感受与我们也不相同。也许你认为在人类社会中，双方拉拉手可能什么都算不上，但在欲界的天人，有的2个一拉手已经完成了，甚至会比我们之后进行的一些动作还要舒服。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网上还有更高级的行为，那是什么呢？再高一层，甚至连手都不拉了，彼此2个人对面一笑就完成了。这样比起来，是不是突然觉得我们人类过于复杂了呢？另外还有一点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就是生孩子的方式，首先并不是女方产出，而是男方；其次也不是从下部生的，而是男人从肩膀上、头顶上、腿旁边生的，各种各样应有尽有。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，但细致的去讲，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学佛的人如果连这些都不去研究、不去接近，而是排斥或者认为冒犯的话，那就不算透彻了。之后是夜摩天，也叫焰摩天、十分天。在这里要知道，我们地球时间是依太阳系统来的，可是焰摩天就已经超过这个太阳系统了，时间上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别。我们总听到一句话，天上一天等于地上1年，但在这里还是被低估了。夜摩天以莲花开合为1昼夜，1昼夜等于我们这里200年，直接比我们的认知上多了200倍。所以他们看人类像我们人类看蚂蚁一样，或者更低级的生物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早晨生的，不到中午就死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那里没有日月光，天人自己发光的。性欲方面，男女拉拉手就算是满足了。但如果你认为这样就离谱的话，那是因为还没有说到更高级的解决方法。接下来要讲的再往上层的满足方式，会比你想象中更加简单直接。焰摩天上去是兜率天，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内院说法，外面还是有6欲，在这里解决性欲的方式，只要双方笑一笑就够了。那里的1天等于我们这里的400年。再往上的化乐天，也叫乐变化天，就又上升了一个层次，这里的1天等于我们的800年。男女双方解决欲望的方式焰摩天一样，只要相对一笑，就算是完成性交了。生孩子的部位也会有所变化，这里的孩子是在男性的膝盖附近化生的。说到化生，各种玩的吃的东西自己都可以变化出来，它有它的定境，不过不是真的禅定，是欲界定。那么可能你最关心的点要来了，什么人死后上升到化乐天呢？楞严经形容于横尘时，味同嚼蜡，健康的男女在做爱时，味道像嚼蜡一样，毫无快乐可言，就是说性的欲望已经基本没有了。
这样的人死后生化乐天，当然还要配上许多善行功德。化乐天的上层叫他化自在天，是天魔；他化自在天天主教魔王波旬，是整个欲界之王。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，就是他来干扰测验的。关于释迦牟尼成佛的过程，也可以观看我们之前做过的影片。记得这支影片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他化自在天的男女更加简单，两人对视一眼就完成性交了，不像化乐天那样，他不需要自己变化出东西来娱乐，此天夺他所化而自娱乐，故言他化自在。因为当人们沉迷于自以为快乐的事时，刚好被他利用骗走，他以此为乐。反过来说，也是为了测试你们的智慧定力能否不被六欲骗走。他的定境也是欲界定，欲界定是不稳定的，容易因散乱或昏沉而出定，所以也叫电光定。你们常常说这个入定了，那个入定了，都是骗自己，充其量不过是欲界定，闪电一样，一下就完了。如果能够一直定下去，心一静性，就是得到真的禅定了。当你真得了禅定，也就跳出了欲界的限制。初禅已到色界，本身已经得乐了。初禅心一静性，离生喜乐，不需要男女关系了。从色界天开始到无色界，就没有男女差异了。心身的喜乐不是欲界男女性爱快感所能比的。总的来说，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离苦得乐，其中修道成佛也是这个目标。譬如欲界天人也和我们一样，仍有男女饮食的欲望，他们交合仍旧是那5种欲望，色声香味触。但是与我们人相比，天人的修养层次高一点，所以他们的福报也就会大一点，与之对应的喜乐也比我们高一点、强一点。但从性的角度上来看，4大天王和33天的喜乐确实比我们高，但是和我们人一样，还是从孝事交报处中得喜乐。眼睛要看漂亮的，耳朵要听好听的，不要以为只有人类会用花言巧语哄对方，他们一样也会为此感到开心。也要接吻，甚至还要闻气味等等，总之身心都要接触在一起。所以说，虽然天人境界比我们高，福报比我们大，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结构与我们不同，至于说有没有悟道，那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六欲天的天人寿命比我们长太多了，而且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痛苦烦恼，他们福报很大，所以都是做善事、修善行、做功夫的人往生。因为没有离开男女的欲念，所以叫六欲天。虽未离欲念，但已将欲念升华到很高的境界，所以能升到六欲天。六欲天中的天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，会不断努力精进，他们的欲望虽然淡薄，但却不是完全压制，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满足。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角度，在人间界中，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有选择性的满足欲望，寻找到一种更平衡的生活方式呢？总之，佛教神话中的六欲天揭示了欲界中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，给了我们对人间世界的思考和启示。我们可以学习天人们欲望的淡薄和寿命的延长，努力寻找平衡的生活方式，并通过修行和提升实现身心的成长。正所谓物极必反，我们摆脱了欲望的困扰，才可以追求更高尚的境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可以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。